好，来看看今天小狼再次给大家伙啊来解说一个 FC 版本的这个非常精彩的游戏啊，叫做《顽皮狗》。这个顽皮狗呢，也跟大家伙说过3次啊。第一次呢是小狼说这个游戏也属于 Q 版的，非常有意思啊。然后对吧，就正常的通关。然后第二次呢是这个速通。第3次呢是这个进这个道具啊，也就是比如说咱们不吃这个钻石，然后这个什么这个其他的攻击都不用啊，只能用嘴咬啊，然后速通。而这次呢，咱们就是纯速通啊，速度呢是超越了之前排行榜的记录18秒的。操作者呢是来自于这个赤色逆转啊，然后提供的啊，给我狼是投稿的。超越18秒钟，像这种游戏一直往前走不带停。超越18秒啊，也确实是一个不错的记录。这个游戏呢，它打 BOSS 的音乐是我狼最喜欢的啊。这个游戏只要通关啊，但是我觉得细节都是在打 BOSS 的时候，你不打 BOSS 的时候啊，这个基本上都是在走，对吧？啊，都是在走。好，这个狗这个腕啊特别狠。所有的大伙儿记住啊，所有的 BOSS 都是有这个什么的，有这个第2管血的。每一个 BOSS 都是这样的。好，打爆之后，你看会有第2管血，然后呢，这个形态呢还是一样啊。最后呢，打爆就可以，打爆的话呢，咱们就可以直接过关了啊。其实这个游戏我个人感觉啊，一旦把这些 BOSS， 其实就 BOSS 难一点嘛。打 BOSS 的话，你只要把它的特性，什么时候蹦啊，什么时候打，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。OK， 可以看到第2关，也是一个对吧？冒险的一个闯关游戏啊。非常的牛逼啊！这个狗非常的可爱啊。其实我觉得像这种类型游戏特别多啊，无论是宾尼兔，对吧？宾尼兔我觉得是最经典的啊。无论是宾尼兔还是菲利猫，这个叫顽皮狗啊，都是一样的画风啊，对吧？都是以这个小动物，有点类似于像那种什么米高梅啊，什么之类的那种感觉是吧？就宾尼兔就是一种感觉，就是兔八哥啊，对吧？这个就非常可爱啊。而这个游戏其实设定起来还是不是那么特别难，咱们看可以扔雷啊，扔什么的。然后这个最有意思的就是咱们可以在空中利用这个狗尾巴来滑行，这个设定呢也是非常好的啊，就可以不用那么频繁去跳了，你看，而且滑行的速度也不是很慢。这一关又是有一定的这个，你看，有点这种古代遗迹的这种啊，神话遗迹的感觉，从空中直接。这叫直升飞狗。好，走上面，非常的赖啊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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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这关的地图呢是比较难受啊。这是有一个指挥官。然后它呢是有一个履带啊，有一个履带车，像开个坦克一样的感觉，前面有一个滚动机，第一形态。这小音乐啊非常洗脑，每一关的 BOSS 的音乐都是这个音乐啊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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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直接打爆。这个人的这俩人帽子的颜色有点东西啊。哎呀，翠绿的啊，这都是属于牛头人战士，对吧？绝对是牛头人战士。好了，这一关这都是大鸵鸟、大猩猩什么的啊。猩猩长得一看智商就好像不太高的样子啊，可能智商只有5啊，非常的皮。这个鸵鸟这得了这个长脖子病了吧啊？啊，对啊，这种游戏速度想提高1秒都很难，它提高18秒啊，这确实挺不容易的啊。当然了，其实对于方案，我觉得就是细节上的问题。打 BOSS， 对吧？你比如说你有一个攻击没打到，对方就把这个 BOSS 就是他练了一个无敌招，然后墨迹你3、4秒钟，你想想这18秒可能就这么来的，也不能说失误吧，就在极限方面上可能处理的不够好啊。这样的话呢，积少成多，这个慢1秒，那个慢2秒，每一关都慢了1、2秒，结果最后呢就10来秒钟就来了，对不对啊？
噔噔噔噔。哎，这地方被扎了一下，但是也无所谓啊，这血都小事。来看，这关有点像，其实过一会儿还有另一个关卡，就像原始人似的。其实它这个行动轨迹基本上差不多啊。最后一下 ，OK， 第二次变身，闪现逃走。哇，扔这个雷，感觉这个雷是从哪掏出来的呢？谁能告诉我啊？啊，这个节奏是真的好。OK， 直接打爆。你看那个狗举这个东西来套鸭子啊，狗非常可爱。好了，这一关是一个飞车，而且这个车的这个车型啊，特别像那个这个神探飞天德。神探飞天德呢，就是那个一个鸭子啊，这个鸭子呢也是一个游戏啊。大家伙可能见过我解说过，最近解说的少了。以前，因为它有很多的改版啊，改版就比原版要难得多。然后改版的一命我都看打出来了，所以说原版我就不愿意说了嘛啊。然后那个改版的那个是飞天德，它其实就是《怪鸭历险记》啊。其实它主要一般都是翻译为怪鸭历险记》。一上来啊，我是一个什么鸭子啊，然后呢，可以也是有个斗篷，它可以把斗篷一蒙，就像蝙蝠侠似的。可以抵挡住敌方的攻击，啊，也可以吃一些特殊的这个攻击道具。我相信我一说，大家伙就了解。好啦，这虎鲸，这个怎么能是冒险岛换皮？这跟冒险岛完全不一样啊！何况冒险岛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换皮游戏啊！冒险岛它就是换皮的，它换的那个游戏叫什么来着？后来我还解说过啊 ，MD 上有这个游戏啊。叫什么小子是吧？我忘了啊，就是他才是真正抄袭这个，也不叫抄袭，其实也有版权的啊，就是他的版权是贴图版权，游戏的玩法其实跟那个有像，你看，这是有点像跑车的样子啊，这个得用直线的攻击，用抛物线的攻击不行了。噔噔噔噔噔噔。啊，注意保护身体 ，OK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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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当然这个游戏节奏很快，我记得那之前解说的时候，还有20多分钟，25、6分钟才通关呢，好像是啊。全程用嘴去咬啊，也挺讨厌的。想想用嘴咬呢，好像就跳起来，哇，跳起来，哇，好像看起来挺慢啊。如果节奏好，也是一样快的。这也有水关，但凡有水关，就让我想起超级玛丽了，对吧？但这里面感觉好像没有超级玛丽那么需要不停的去摁跳去扶起，所以说还好一点点啊。好。感觉在水里面游，不是你在水里面怎么还会发出这个声音的呢？谁能给我解释一下吗？它这是音波攻击啊，在水里面发音波攻击，怪怪的。水里面很多人说，小狼，我想问一下，水里面那个水雷什么的啊，到底是怎么？是这个不小心撞到了水雷，然后才会被这个，对吧？才会被打，就是对吧？才会就比如说你们潜艇或者船什么的啊。其实事实上呢，就是因为这个船体呢，大多数都是金属，然后呢，这个船体只要一旦它的质量够大，就会被这个地磁，就会被对吧？地球不有磁场嘛，就会被磁场这个感染成一个超强的磁铁，也会分成也有这个对吧？这个 N 级、S 级嘛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当你变成一个磁铁之后，那鱼雷作为铁器，它当然会吸过来，然后炸你一下，对吧？就是这个是这么个原理。小时候我一直以为这个鱼雷它到底是怎么才能炸到这个船，是蒙到的还是不小心碰到了啊？
后来发现原来船条包括潜艇，作为一个金属壳的这么一个东西啊，过大了之后呢，会有这个被地球磁场干扰，变成一个对吧？啊，这个变成一个磁铁的啊。这小水也非常嗨啊！像这种曲一般都是比较偏幽默一点，偏这个快乐一点。像这种基本上属于休闲冒险闯关游戏。一般来讲呢，你要说它难吧，也不会那么难啊。但是新手呢也确实简单啊，确实这个对吧？确实也不简单。好，这个本身就是 Q 版画风啊，萌系画风，一般来讲都是非常可爱啊。还有这个什么摩登原始人之类的。小的时候大伙看过一个动画片叫《摩登原始人》吗？那个时候跟那个正义战士经常一起放。但是摩登原始人没有那么搞笑，小时候还是喜欢看什么像那个富爸哥啊，还有那个什么，大伙知道那什么听曲石大哥，大伙知道吧？就是也是米高梅公司啊，米高梅公司另外一个就非常夸张，你知道吧？就很夸张啊，就是一整就是比如说这个人想要陷害那个狗，那个狗开着车，他就给地上画了个道，画到那个山上，给山上画了个山洞，结果那狗还是能开进去啊，非常的就是用这种超现代的超现实主义啊。好，感谢我们的福镇起来赠送我狼的10个大福袋，支持我狼。好，这关来到了冰山。啊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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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史努比还有史库比是啥啊？大伙儿看过一个，我记得有个叫什么，有一个叫小熊，一个熊的啊，一个叫什么什么熊，但不是泰迪熊，也不是维尼熊，我也不知道叫什么熊，我忘了，也是挺搞笑的啊。就而且它是跟那个什么一个时代，跟那个还有啄木鸟乌迪也是一样，都是非常搞笑啊，都是非常搞笑的啊。三木童子和忍者神龟、人神龟，就主要是没有什么新纪录啊，都是解说过了，没有什么新纪录就很难受啊。好，这个地方明显是浪费了3秒多钟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倒霉熊啊。啊，这柱哥怎么说？柱哥抽了3手。啊，这关是打飞机。啊。噔噔噔噔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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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其实这个雷牛逼就牛逼在它有延迟攻击啊，它扔出来之后，这个雷炸的过程当中，它也会对吧？也会对这个怪造成伤害。啊，这个飞机感觉怪怪的啊。啊，这么一看呢，也就剩最后2关了啊，最后2、3关啊。啊，这个大粉色猪感觉相当可爱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这个狗看不看见？还独眼龙，这狗有点东西啊。好，哎，看这个地图就跟神探费颠德差不多了。其实它这个用的比较好啊，用这个音波攻击啊，也是主要是直线的 AOE， 并且呢有穿透性，这个是这个攻击比较好的，还能穿墙啊。哎呀，这柱哥这是咋的？是黑房冲印了还是怎么样？一顿神抽啊！最后这感觉好像不知道大家伙能看到这个有没有出货啊？这游戏其实还是要看啊，
有很多游戏都是同一个工作室游戏工作室制造的，因为他做这个游戏，无论是机制玩法，还是它的这个图层啊，就美术也好，还是这个怎么也好，都可以反复利用的啊。游戏不就这样式吗？对不对？包括游戏经验也是。这个东西啊，就是你如果真是按照一个东西去做，那就太不好说了啊。OK， 柱哥一手冬季卡丁车，看来是没出大货啊，看来是没出大货。好的，可以看到这是7个小矮人，葫芦娃，对吧？7个小矮人开着一个老爷车，感觉怪怪的啊。一顿小蹦儿，打回来，感谢柱哥啊，感谢柱哥，这柱哥又上头了啊！这个看看这个弹吉他的这个，像不像三不童子里面有一个弹吉他的那个怪，然后他召唤2只海鸥吧，是海鸥还是什么？我不知道，两个鸟类，所以说很着急。然后也特别像那个街机版的那个西部牛仔的那个作品，那个叫什么《落日骑士》里面的，对吧？戴着帽子的那个角色啊，当然呢有一个 BOSS 也戴着帽子，而且你要选戴帽子的角色啊，是老4啊还是老几啊？然后呢，你可以跟他造成互动，对吧？他拿个盾牌，一旦他输给你之后，他把自己的帽子给你，然后你戴上他的帽子啊，这个设计非常的好啊，大伙儿懂的都懂。感谢柱哥的一手紫水晶卡。基本上不打 BOSS 的话，没有什么失误的话，就是一顿往前冲啊。感觉 BOSS 都差不多啊，基本上就是看地形，在地形的基础上呢，知道它的这个运动轨迹，然后呢追着输出就好了。好，直接打爆。当当当当当当当！好，这一关又是那个摩埃石像啊，复活节岛的这个摩埃石像。这个摩埃石像，好的，你看这不还有个鸟人，我去，还有个夹子，反正各种游戏里面都有这个类似于像摩埃石像这种类型的东西啊。还有类似于像就是远古的遗迹啊、金字塔什么的，想一想是真的，这个地球上的未解之谜非常的多。这摩埃石像呢，现在啊基本上也有很多的谜底都解开了啊，但是呢还是理解不了，就是古代的人连冶金，他那个是吧，连冶金技术都没有，他以为这个世界上只有他这么一个岛，但他还有语言，对吧？那个复活节岛上原住民的语言啊，居然是对吧？在太平洋，就是所有太平洋岛上的这个语言都是一种语言，这语言到底是哪来的啊？这确实是有点蒙圈啊。BOSS 为啥都坐车？那 BOSS 老板那肯定得有牛逼的啊，他不坐车能行吗？对不对啊？为什么4方形的石头会滚？有一个动力往前推，它就会滚来啊。虽然说是4方形的，但是呢，它的边缘是被打磨过的。好的，这又是有什么臭鼬什么之类的啊！这是原始人啊，这就是我说的啊，这手里拿着个棒子。这古代人啊，打磨石头就跟石头特别好啊，一定是非常牛逼的啊！一看到我就可以想起问你要币的小混混，那也真的是无敌了啊！好，直接打，这怎么打爆了？另外一个人还敲自己同伴的头啊！这个设计非常的变态。好 ，OK， 直接你看这个火箭车，这样的话呢，最后一关的 BOSS 居然是这个啊！19分钟20秒就通关了啊，非常的快。19分钟应该说19分钟12秒啊，20秒是因为它这个前面还有序幕的时间。通关了之后呢，可以看到咱们只是一个，咱们虽然说是一个狗啊，但是呢还是有主人的是吧？感觉这一个狗就可以平天下了。OK， 来自于赤色的逆转给大家伙表演的这么一个视频，在片尾的最后呢，感谢大伙的收听，我们就下期再见吧。